孙子兵法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制战。”美日和台湾当局的所作所为当然是非常让人气愤的，但如果把这个问题反过来看，现在更加焦躁不安的并不是中国大陆，而是美国的这些反华势力。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近期美台动作不断，这是在逼中国提前动手嘛。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和台湾当局是内外勾结，不断的向大陆的忍耐红线发起挑衅，似乎唯恐大陆不动武一样。我们都很清楚长期以来美国公开表达的立场都是反对大陆以武力方式收复台湾。那当前美国政府的这种心口不一的举动，不免让人很困惑，美国到底希望台海局势走向何方呢？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煽风点火的媒体语言，以及火花四溅的网民们的言论，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美国军事力量的调整、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美国智库的内部的讨论，我们就得出一个可能有点奇怪的结论，那就是美国希望大陆现在就动手发起台海战争。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如果一个国家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贸然发动战争，很可能要导致战略目标完全落空，不但很难达到想要的结果，甚至可能造成自身的崩溃。当然了，从策略上讲，对抗双方都特别希望对方出现战略的失误，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最为有利的条件。美国当然是希望中国出现战略误判呢。什么样的误判呢？最好是台海开战，而且是立即开战，那样中国人打中国人，不仅中华民族的精神情感严重撕裂，而且中华民族的人力、物力、财力会有巨大的损耗。那这种情况对江河日下的美国来说，那真是再好不过的结局了。从目前中美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已经越过了自保的能力门槛，正在向着有一定的主动进攻能力的水平迈进。在第一岛链以西乃至整个西太平洋上，中国已经有能力剥夺美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和空军航空兵部队的行动自由，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成就，也是自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知耻而后勇、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结果。这25年的时间，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当1996年台海出现异常情况的时候，美军是如何用2个航母编队来威胁我们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反航母曾经是我们重点研究的课题，结果是什么呀？现在大家都看到了，都很清楚了，那就是我们有效打击美军航母等大型水面战舰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系列化，同美军的航母打击大队进行对抗的战术战法系列化。正因为如此美国现在把同中国军事对抗的基线放在了第一岛链之外，甚至是远离中国海岸线2000公里以外的地方。美国陆海空三军都在准备同中国打游击战，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西太平洋战场上再上升，放到整个中美两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综合国力全面对抗的这个视野来审视的话，中国还是处在劣势，美国还是处于攻势。这主要是来自于2点，一是美国在科学技术和高端产业方面，它的实力还非常的雄厚，特别是在高性能的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甚至是农业机械这些领域美国还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大多数武器装备技术领域，中国也是处在刚刚望其项背的水平，已经追平甚至是超过美国的领域并不多。二是在金融和经济控制方面，美国仍然是一超独霸。美国以及英联邦集团操纵了这个世界上主要的资源分配，包括能源、大宗的矿产、货币、贸易、航运、无线电的频率、互联网跟地址的分配等等，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配置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回到台湾问题，以当前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和力量部署，打破台岛的防御，彻底的占领本岛当然不是什么难事，用时也不会太长。但是如果美日方面认定绝不能任由大陆武力统一台湾，宁可冒着战争升级的风险也要介入，
那么台海之战就会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高技术大规模战争。从军事的角度考虑，我们绝不能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底线建立在美国和日本会瞻前顾后啊、投鼠忌器啊而不敢介入上面，这是绝对不行的。中国人民久经战火考验，当然不会害怕一场决定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战争。但是如果现在就打仗，对我们来说绝不是最优选项。近几年来，中国大陆正在积极而迅速地寻求产业的升级，在诸多的基础科学和战略产业领域，我们正处在突破的前沿。而美国方面呢，由于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架构问题，已经没有能力取得快速突破，更不可能和中国拉开代差。越往后期，形势对中国是越来越有利，对美日是越来越不利。所以我们常说时间在大陆这一边，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么这个时间点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呢？美国认为是在2027年前后，他的预判不是没有依据的啊。因为到了2027年，中国国内的集成电路国产化的问题应该已经取得战略性的突破，即使再次遭到美国的禁运，也不会影响诸多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一带一路的倡议的推进也将取得历史性的成就，对于铁矿石、天然气、石油这些重要大宗产品的来源将不会像今天这样受到严重的限制。美国对这个问题看得还是很清楚的，所以在2021年的今天，他一定要怂恿台独当局反复地发表一些具有强烈的挑衅性质的言论，希望能够激怒大陆出兵。在这种情况下，台湾肯定会变成一片弹壁残垣，但是美国和日本就会安然无恙，甚至还可以纠结一批盟友，通过制裁、禁运，甚至是边境挑衅等活动，让中国重新回到准战争状态，干扰、延缓，甚至于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孙子兵法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制战。美日和台湾当局的所作所为当然是非常让人气愤的，但如果把这个问题反过来看，现在更加焦躁不安的并不是中国大陆，而是美国的这些反华势力以及台独分子。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在实力的此消彼长之下，局面只会是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